来过我们原生态上海门店的朋友都知道，我们在门店的前面区域设置了一套台式系统，方便想体验台式系统大耳机的朋友去感受一下。这套系统之前是举升的 XR 这台体机在操控与体积占用上都做得不错，但是 XR 本身的耳机口不是特别的强，因为 XR 是一台偏重解码与播放的设备，耳机口并非是 XR 的强项，所以在使用了一阵之后，就升级到了 Mini Eye Pro 4加玉龙的 A39。大家不要看这一套的价格比起 XR 来说要便宜许多啊，但是仅就耳机口输出的效果来说，我认为比起 XR 的耳机口还有所胜出。之所以选择了玉龙的 A39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体积，因为我们摆放台机的面积不大嘛，所以对于设备的体积有着严格的要求。其实玉龙本身也有解码，那就是 D39， 这是一个官方组合。但是 D39 本身是一个网桥，不具备本地播放能力，也没有玉龙自己的 APP， 所有播放都需要经过推流推过去才可以，并且还有一点，那就是必须要接入网线。这对于我们门店的一个使用场景来说啊，在使用上面不是特别的方便，所以我更愿意用 Mini Eye Pro 4与 A39 进行一个组合，因为举升的 MA Remote 实在是太好用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，小刚你们店前面不是有一套和弦的 TTR 吗？没错，但是 TTR 只有单端耳机口，这对于我们日常的一个搭配视听来说啊，实在是不太方便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头戴耳机都已经标配了 4.4 或者说 XLR 卡农连接线了，而且 TTR 这个解码耳放发热是非常夸张的，在上海的夏天，我们不太敢开一整天时间。本来想的这一套也就是 Mini Eye Pro 4加 A39 就这么用着了，没想到在前段时间，德国湖人发布了最新的耳放产品 V324。我还记得很多年之前，也就是 V281 停产之后，湖人就再也没有更新过这条产品线了，一直到 V324似乎又重启了。为什么说这是同一条产品线呢？大家看外形就明白了。由于当年的 V281 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不错，所以折腾的心又开始躁动了，果断的将 A39 升级到了 V324。但是在升级到了 V324 之后，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一点，那就是 Mini Eye Pro 4的信息量已经不能够满足 V324 的需求了，在音源方面存在了一定的短板。好了，这下子音源解码也要跟着升级了，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毕竟是摆在店门口给大家听的，对吧？效果方面是绝对不能差的。说实话，这个升级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太熟了，和我们自己倒腾器材的过程是一样的。每次好不容易升级了一台设备，结果接上系统一听，又觉得另外那台好像有点拖后腿了。哪怕不拖后腿，时间长了也会觉得是不是该换风格了。换了耳机换耳放，换了耳放换解码，换了解码换线材，换了线材换排插，来回折腾，换来换去。我也是一样的，前段时间我刚升级了一下音箱，结果功放好像又有一点跟不上了，所以最近又开始选功放，从性能、尺寸、功耗、音质，再到接口，甚至于品牌，一个个的去做功课。对我来说啊，这个过程可能比结果还要更有意思一些。有点跑题了，咱们回到 V324 上。既然 Mini Eye Pro 4有些不搭 V324，那么就要寻找一台更合适的速播解码。但是这种设备其实不太好选的，我也想过是不是用举升的 XR Pure 去搭配，也就是不带耳机口的 XR， 解码能力比起 XR 要更强一些。XR Pure 搭配 V324 之后是一种冷静、客观、严肃的风格，与湖人本身的声音气质组合的是非常好的，听古典音乐或者器乐都非常不错，还原力强，解像精准。但是这一套在外形上面不是非常的搭配，怎么看怎么不协调。在 TS1 样机抵达之后，才总算找到了在颜值、功能、音质这几个维度上都比较搭配的设备。TS1 用的新一代的设计语言与 NT1 等等是一致的，都配备了可以触控的屏幕。AirPlay 本地播放、QQ 音乐、局域网推流、百度网盘等等也都支持，并且 TS1 是举升为数不多的采用了 AKM 解码芯片的机型，这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更出色的流行音乐表现，所以毫不犹豫就你了。
咱们首先先来介绍一下 TSE。TSE 在 APP 的控制端也是用了 MA Remote 这款举升自研的 APP， 与 NTE XR 或者举升的其他数波都是一致的。关于这个 App， 这里我就不多科普了，因为就易用度、稳定性与美观度这几个方面来看，已经是数波 App 里面做的非常非常好的，是有口皆碑的好用。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看看我这段演示，看看这些功能有没有自己需要的。由于咱们节目的时长所限，所以功能方面没有演示全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们同事看到之后会进行回复。
接下来咱们聊一下机身。机器背后的接口方面 ，TS1 配备的非常全面。数字输入方面配备了 USB、HDMI、ARC 同轴以及光纤，这些输入通道都可以很方便的在屏幕上进行滑动选择。此外，还有一组 RCA 输入，方便我们连接 CD 机或者说黑胶。但是 TS1 这台设备没有数字输出口，这方面需要大家适当注意一下。也就是说，在使用 TS1 进行播放的时候，内置的解码是无法被绕开的。此外，还有2个 USB-A 口用于连接移动硬盘或者光驱，一个网口用于连接有线网络。当然，无线 WiFi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前面板是一块8.8寸的可触摸显示屏，以及左下角的隐藏式开关按键。这个按键我们可以自定义功能，可以是开关，也可以是一键静音。耳机口方面配备了 6.35 与 4.4 各一。在底部还有一个 SSD 插槽，大家在使用这个 SSD 扩展槽的时候，注意硬盘装进去之后，第一次使用是需要格式化之后才可以拷贝音乐的。我们可以使用电脑进行局域网的复制粘贴，也可以使用移动硬盘或者说 U 盘进行复制粘贴。不过我还是更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飞牛这个 NAS 系统，真的非常好用，而且对电脑的要求不高。这是一个免费的 NAS 系统，大家可以在身边找一台淘汰的笔记本或者说主机，只要能正常开机，就可以安装飞牛 OS 去体验一把。如果感觉好的话，再去配一个专门的 NAS， 不光光可以存储音乐，我们用来存储照片或者说影片都是非常合适的。关于 TS1 的介绍就到这里，接下来咱们说一下 V324。V324 的外形是一个大铁盒子，配合前面的2个表头，看起来给人一种有点呆萌的感觉，对吧？在整体的外形设计上 ，V324 与 TS1 有一点是一致的，那就是都没有采用旋长的 Hi-Fi 设备设计风格，而是采用了更贴合现代家居风格的外形。放在家里面，这2台设备都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。在功能定位上 ，V324 是一台纯耳放，也就是没有解码功能。所以，如果说我们选择 V324 的话，必须要搭配相应的音源，也就是 TS1 或者说 XR 之类的。当然，随身播放器也是可以连接的。在背面接口上 ，V324 是标准的耳放接口配置 ，RCA 与 XLR 的输入以及 RCA 与 XLR 的输出。这里面的 RCA 与 XLR 输出都可以作为前级来使用，当然也可以实现直通，按下按钮在 POST 与 PRE 之间切换就可以实现了。V324 这一次有一点与之前的设备不太一样，以往设备的增益调整一般位于耳放的背面、底部，甚至于机壳的内部，比如胡峥自家的 V226 就是在背面了。而莱曼耳放是在底部进行调节的。此外有一个异类，那就是来自 MyTech 的布鲁克林，是需要拆机壳跳线才可以调节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您会有一个疑问，那就是这个增益调节功能到底有什么作用，以及该如何去调整？增益这个功能其实就是用来匹配音源与耳机之间的功率关系的。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音源和耳机，不同品牌、不同年代，它们的输出电平和功率需求都不一样。有的音源声音本来就偏小，有的耳机又特别的难推，如果不调整增益，那么就很难让他们工作在一个合适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要结合音源和耳机来进行调整，这里面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或者说绝对的数值，不同的音源输出电平不同，不同的耳机对于功率的需求也不同，甚至于不同的唱片，它们的电平也有差异。有的耳机灵敏度很高，只需要一点点推力就可以爆发出足够的声音，而有的耳机则需要更强的驱动力才能够被推活。增益调整不当的话，比如增益过小，那么耳机的动态就出不来，听起来没有起伏；而增益过大的话，声音听起来就会显得有一点嘈杂，自然度上就会比较的欠缺。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音源和耳机，该怎么判断增益是否调整到位了呢？这里我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判断增益状态。当我们看到音量旋钮在12点附近的时候，如果12点附近的音量恰好合适，既不过大也不过小，那么这通常意味着增益设置是合理的。如果说您在12点左右位置的时候，音量已经太大或者说太小了，那就说明增益偏高或者说偏低了。这时候就可以适当的切换增益档位，让系统工作在一个既稳定又高效的输出区间。有些朋友可能要说，我的耳放没有增益调整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时候您可以尝试看一下您的音源。一般来说，大部分音源都带有电平调节的，甚至于现在很多播放器都已经带有这个功能了。简单来说，增益的作用就是让音源的输出功率与耳机的需求相匹配，让放大器在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下驱动耳机，从而获得最佳的声音表现和动态余量。V324 共有6档调节，从-18到正12 dB， 每6个 dB 为一个档位，可以充分适配我们不同的设备。
在耳放的前面板上面有一个增益旋钮，我们通过这个增益旋钮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增益调整。在背后的中间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块红色区域。如果说是其他产品的话，这个区域一般是用于调整增益的。前面我们说了 V324 的增益调节是在前面板，那么这个后面板的红色区域是用来干什么的呢？这次 V324 配备了2个 VO 表，用于指示左右声道。V324 背后这个红色模块的用处就是用于调节 VO 表的显示灵敏度。当我们将数值调大的时候 ，VO 表的摆动幅度也会更大。V324 的这2个 VO 表有一点我非常喜欢，就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在夜晚听音乐嘛，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设备的光源太亮的话，那肯定是会刺眼的。V324 在背后还提供了一个调节旋钮，可以调节 VO 表的这个显示亮度，这一点我认为做得非常的到位。在耳机输出上配备了3种接口，分别是 6.35、4星 XLR 与 4.4， 基本可以涵盖目前主流的耳机接口。在左侧有一个输入选择拨杆，用于在 XLR 或者说 RCA 当中进行切换，而右边的拨杆是输出拨杆，可以在前级模式与耳机模式当中进行输出，当然也可以同时输出，只需要拨到中间的2档位就可以了。介绍完2款设备的接口以及功能，接下来咱们进入到音质部分。耳机方面，这次挑选了2款具有代表性的产品，分别是来自森海塞尔经典的 HD800S 以及高端旗舰耳机的代表 Sarsvala Unveiled。这2款耳机想必大家也都比较了解了，可以聊的也非常多，这里就简单的说一下。HD800S 是森海塞尔的旗舰动圈耳机，采用了56毫米的动圈单元，一直以来可谓是标杆级的一个存在，尤其是在声场与交响乐的表达上是具备了一定的权威性的。除了佩戴时间长的有点顶脑壳，还有点夹头发以及原装耳罩不好买以外，其他方面我认为都非常不错。可能再过10年啊 ，HD800S 都不会过时，是一款参考级别的耳机。而 Sarsvala Unveiled 咱们之前做过详细的评测，对比旧款 Sarsvala 来说 ，U 版大幅降低了对于耳放的要求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要求了。我认为要驱动好 U 版的 Sarsvala 的话，玉龙的 PA1 或者说高端 GS 这个级别的耳放是保底选择。而如果说我们进阶一下的话，似乎一下子就跳到了海德纳 300B 这个级别。就纯耳放而言，在2万左右这个价位，之前还真没有寻找到特别合适的选择，一直到 V324 的出现。OK， 简单介绍完2款耳机，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 TS1 与 V324 下面 HD800S 的音质。有的时候想想，时间过得也是真快，没想到一下子 HD800S 都已经上市10年时间了。我还记得我刚入行的时候卖的是 HD800，那还是2010年的时候。在那个时候，无数烧友为了推好 HD800，真的是花费了无数的心血。因为 HD800 有一些过于追求空间感的表现了，这让声音的密度有了一些漂浮感。毫无疑问 ，HD800 是一副有着强烈个性的耳机，但并不适合所有人。而到了 HD800S， 在对前端的要求上是没有 HD800 那般严苛的。但是在2015年那个年代，要推好 HD800S 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消息是，这些年来解码耳放的发展很快，这些产品的性能比起当年都有了不小的提升，这降低了驱动 HD800S 的门槛。比如经典的玉龙 DA1 就是最好的例子，这台解码耳放一体机能够将 HD800S 的潜力充分释放。不过 DA1 作为一台解码耳放，本身并没有播放功能。那么有没有这么一台设备，在同时拥有播放、解码和放大这3大件功能的基础之上，还能够推好 HD800S 的？当我们将目光转向这种广而全的设备之后，会发现这个领域的产品缺少了一些特质。这种产品其实市面上不少啊，只是普遍的在耳放部分做的不是特别的强，一直到 TS1 的到来。这里我先下一个结论，在2万元以内的具备耳放功能的一体机当中， TS1 的耳机输出水准无疑是最强的。TS1 是一种自然流畅、略带流行特质与暖色调的调音风格，我相信这与采用了 AKM 的4493解码芯片不无关系。正是这种略带柔光的音色与中正理性的 HD800S 结合到一块后，能给 HD800S 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觉感受。其实就我们的销售情况来看，虽然大家都知道 HD800S 是古典音乐一绝嘛，但是现实当中，很多朋友在家使用的时候，听的更多的反而是流行、民谣、轻音乐、ACG 等等。当然这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我自己也是这么干的。HD800S 声名在外，选购的朋友非常的多。只是如果说我们想让 HD800S 在这些曲风下听起来更有温度一些，更具亲和力一点，那么就需要给它一点色彩感。在这一点上 ，TS1 恰好能够做到。
首先 ，TS1 能够对 HD800S 的低频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强，它并不会让低频变得臃肿，而是通过增加低频的亮感与泛音，让音乐更具感染力和空气感。整体听感从原本的中性转变为了中性微暖，这种变化能显著的提升聆听流行音乐时的代入感。然后在人声表现上 ，TS1 对 HD800S 的提升尤为明显。原版 HD800S 在人声的表现上是一种略显客观的表现方式，位置方面也会略远一些，带有一种理性冷静的距离感。而在 TS1 的驱动下，这种距离感被巧妙的拉近了，人声的口型变得饱满了不少，可以明显的拉近我们听众与歌手的距离。难得的是 ，TS1 在略微拉近人声的同时，并没有牺牲 HD800S 一贯出色的声场表现，也没有出现过度染色或者说模糊背景，只是将人声轻轻的往前推了一步。我认为这种恰到好处的亲近，可以让人声听起来更自然、更具情感。在驱动力层面 ，HD800S 是一副不容易推顺的耳机，而在 TS1 的推动下，声音表现稳定且没有什么毛刺感，整个声场的控制力非常到位，给到我们听众一种线性输出的感受，三频的表现都非常的平稳。我相信这与 TS1 强有力的控制力密不可分。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台能够让 HD800S 更具音乐性、情感表达更丰富的一体机，那么 TS1 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选择。不过 TS1 依然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用家注意一下。一是，如果说您连接耳塞的话，会有一些底噪，推荐大家开到低阻模式会好一些。头戴耳机的话，一般没什么问题，感觉不到什么底噪。二是由于设计风格走简洁风的一个关系，所以机身上面是没有音量旋钮的，在音量调节方面多少有些不便。好在标配的遥控器在 App 端也可以进行音量控制，算是多少弥补了一些，但是我认为依然没有旋钮调整来的直接。第三个是功能方面了 ，TS1 不能实现耳机拔出之后自动切换到线路输出，需要我们手动的去切换输出模式。聊完 TS1 驱动 HD800S 的感受，接下来我们就说一下将耳放升级到 V324 之后的感受。在将 V324 连接到 TS1 之后，也就是将耳放部分独立出来，最显著的提升来自于声音的线条感，或者说声音的轮廓清晰度。一耳朵就可以感觉到乐器的边缘线条变得更加的明朗了，整体层次感进一步凸显。这一点对于我们听流行音乐可能帮助不是特别大的，但是如果您是一个器乐或者说古典音乐爱好者的话，那么这时候的提升就非常的可观了。乐器在 V324 的演绎之下被刻画的更加的逼真和写实了，舞台层次感也可以得到一种近乎于展现式的呈现。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，HD800S 在整体线条感被 V324 勾勒的足够分明的情况之下，低频作为音乐的组成部分，自然也会被重新刻画。毫无疑问 ，V324 下面的低频凝聚力会有提升，但是低频的泛音，我认为也相应的丢失了一些。我们玩 HiFi 就是这样的，往往在一个部分得到提升之后，又会发现其他方面的不足了。不知道各位无人耳放的用家发现没有？就是无人的耳放啊，对于周边线材还挺挑剔的。电源线与信号线，我认为值得折腾一下。我尝试将信号线更换为了乐基宝的白金星，电源线更换为了 PAD 的 JED。经过这两方面的简单调整之后，原本有些直白的低频变得丰满了不少，泛音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加。所以对于无人的耳放而言，周边的折腾是有必要的，属于花费不高，提升不小，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。聊完 HD800S， 接下来咱们说说搭配 Sarsvara U 的听感。Sarsvara U 在音色上是典型的既要又要还要，拥有着一流的声场、顶级的素质、丰富的信息量以及绝佳的透明度。可以说 Sarsvara U 是一款集大成者的旗舰耳机。但是相对应的，我们要发挥出这个耳机的实力，也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代价，不然出来的效果可能还没有 H1100U 来得好。所以 Sarsvara U 我就没有用 TS1 去驱动的，因为大概率驱动效果不会特别理想的，所以我直接就 XL2 连上了 V324 去驱动 Sarsvara U。在聊起这一套组合的听感之前，先简单说一下无人耳放的一些特性。其实，在 V324 之前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用无人耳放去搭平板耳机的，哪怕无人耳放的输出功率并不弱，控制力也在线，但就是显得不太协调。比如之前的 V590 Pro， 如果说我们搭配大乌托邦的话，能够将乌托邦耳机推出一种水润晶莹的声音风格，再结合乌托邦皮单元具备高音速的声音特征，使得 V590 Pro 与乌托邦的组合非常抓耳，是一种具备毒性的声音风格。但是如果说拿 V590 Pro 去驱动平板耳机的话，我认为在音色上面就不是那么的协调了。注意，这里不是所有平板都不合适，只是大部分。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一局面呢？这是因为无人耳放普遍有一个特性，
从当年的 V281到如今的 V550，再到 V590，这几款耳放走的都是清淡、素雅、通透的音色路线，强调声音的细节刻画、高频延展出色的调音方向。而市面上有些平板耳机需要的不是这些元素，反而对于声音的温润度、醇厚感以及声音密度存在一定的要求。反而湖人的入门机型，也就是 V222与 V226，与自家大哥们的音色有些差异，可能是入门级的一个关系啊，所以不是那么的侧重所谓的还原性。所以 V222和226反而是湖人耳放当中相对有感情因素的，听起来不会那么的迅速和凌厉的。而 V324与之前的产品对比起来，整体音色的基调没有变化。如果说您追求的是德系耳放产品的精准客观的声音表现，那么 V324依然保留了这一特质，但是在声音的动态上 ，V324有了长足的进步。具体来说 ，V324下面音乐的高频与低频空间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延展。简单来说就是上下两端都打开了。TS1 加 V324这一套组合下面的 Sarsvarla U 有2点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。首先是张力十足的动态与控制力，得益于 V324强悍的输出实力，在100欧负载下能提供4150毫瓦的功率，而在32欧的时候更是高达4400毫瓦。从纸面数据上看，功率储备完全不成问题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参数是一码事，能不能够真正的把耳机推到火起来，又是另外一码事了。就我的实际体验来说 ，V324确实没有浪费 Sarsvarla Unveiled 的潜力，两者之间的匹配度相当不错，既有推得开的底气，也有控制得住的从容。在聆听器乐的时候，用一句活灵活现来形容是丝毫不过分的。每一个乐器音符都似乎可以得到具象实体感的呈现。二是透明度超高的声底。Sarsvarla U 的绝佳耳放组合自然是 HiFiMan 自家的 EF1000 DAC， 或者说海德纳 300B。前者属于一种力量型的搭配，注重还原性、力量感，能够让 Sarsvarla U 自身的特性得以充分的释放，是官方指定的套装组合。这一套组合下面的 Sarsvarla U 在空间感的表达上非常到位。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有点像坐在皇帝位听音乐会一样。而后者也就是海德纳 300B 则能够赋予 Sarsvarla U 一定的柔和度与自然感，同时有着更强烈的氛围营造和泛音。得益于 300B 的加入，整体是在耐听的基础上拥有一定的声音气势感。但是这两个耳放也不是尽善尽美的。首先价格方面就是一道难入虎 ，EF1000 DAC 的价格居高不下，而海德纳 300B 虽然目前有折扣，但是价格依然比较昂贵，并且这两个设备的体积，如果说我们没有相应的器材架的话，那么摆放是会非常的棘手的。而 V324驱动下的 Sarsvarla U 虽然比起前面两款耳放略有差距，但是在透明度这个维度上是保持在线的。Sarsvarla U 那种纤毫毕现的特质，用 V324演绎也不在话下，用一句丝丝入扣来形容是毫不夸张的。大家知道，两代 Sarsvarla 耳机在透明度上的表现都非常的抢眼，有着近乎于静电耳机一般的高频特质，明亮、华丽、质感十足。但是如果说我们推的不到位的话，那么高频也会存在发毛、发刺的问题，整体也会显得有点偏干，进而导致声音的一体感降低了。而 V324下面的 Sarsvarla U 没有出现这种悲剧性的场景，而是保持住了 Sarsvarla U 这一以贯之的声音特性。TS1 加 V324的这个组合大概可以将 Sarsvarla U 驱动到80%左右的一个水准，是在这种体积具备这些功能的前提之下，音质表现非常好的组合，并且这一套组合的价格也相对合理了许多。这次测试 Sarsvarla U 的过程当中有个小插曲让我挺意外的，就是一开始我想着 Sarsvarla U 因为比较难驱动嘛，所以干脆就没有试听 TS1 的耳机输出了，直接上了 V324。结果几首曲子听完，我想着要不接 TS1 试一下，就试了一下啊，当时就一个想法，这玩意儿有点东西的，居然能够将 Sarsvarla U 推出一个完整稳定的框架，这一点实在是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只不过在乐器的刻画与背景漆黑度上面要逊色于 V324， 线条感没有 V324 那般明朗，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不追求极致的话，已经是完全可以听的水平了。那么 V324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适当注意的？我认为如果说您是一个热爱声音醇厚度的音乐爱好者，追求声音的温暖性与氛围感，喜欢厚重一点的音色，那么 V324 是不太合适的。德系的耳放产品不会去过度的追求声音的醇厚感，与暖色调基本没有太大的缘分。此外还有一点需要适当注意的，就是前面说的低频了。V324 的低频在弹性与质量上都是非常出色的，回弹迅速，质量优异，不会喧宾夺主。但是在低频的量感上，我认为如果说可以再多一点点的话，那么对于音乐氛围的构建会有更好的帮助，也会带来更强的音乐落地感。所以如果说可以的话，推荐大家在周边线材上面进行适当的投入，可以显著的提升一下低频的量感和泛音的。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，
我相信，如果说不是追求极致的话，那么 TS1 配合一个哈弗曼的 H1000U， 或者说森海塞尔的 HD800S、Meizu 的 EMP2、铁三角的 ADX5000之类的耳机，用来听泛流行音乐已经足够的好听了，不用担心驱动不了。这几款耳机我都在 TS1 上面测试过，完全可以展现出耳机应有的面貌和本身的潜力，并且音乐性表达到位，是好听的能够打动人的声音表现。但是如果说您想在 Hi-Fi 的路上再进一步，想感受到更清晰、更逼真的器乐表现，更漆黑的音乐背景，并且是一个重度的古典音乐爱好者，那么这个时候搭配一台 V324，我认为会给到您不一样的听觉感受。V324是正统德系耳放的一次进化，沉稳、广阔、精确，在严肃当中带有一点淡淡的感情色彩，不会像之前的德系耳放那样过于严肃和直白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这套 TS1 以及 V324的组合，在我们原生态的上海门店已经可以试听了。您如果说有兴趣的话，不妨来试听一下，可以带上自己的耳机，看看这两个设备的适配性、驱动力还有音色到底如何。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欢迎您点赞、收藏还有评论。我是小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